林辉石啊又有新论文了，这次还是光学相关的。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新语。还记得去年夏天啊，那个让我们无数次午夜梦回的名字 LK99 吗？以及那个我们聊了无数遍的词铅林辉石。那我相信啊，过去很多关注过我们频道的朋友来说，我们那头共同关注史文超导的日子，让我们对林辉石这个看似普通的晶体结构啊，结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缘分。我们曾经满怀期待啊，希望它能成为开启史文超导时代的钥匙。虽然呢，后来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现实比梦想更骨感，史文超导的梦想呢也暂时搁浅。但是科学的魅力呢，恰恰就在于此。当你推开了一扇门，想在里边寻找一块稀世钻石的时候啊，可能意外的发现脚底下踩着一坨黄金呢。LK99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林辉石这个平台，在电子的微观世界里边，能玩出这么复杂、这么奇异的花样。但如果我告诉你啊，就在同一个舞台上，你只需要换上一批完全不同的演员，就能上演出同样精彩甚至更加绚丽的这个光学大戏。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林辉石家族的另外一位成员。一篇在2015年7月，就是刚刚发表在 Archive 语音版网站上的，来自法国里尔大学这些顶尖研究机构的重磅理论研究。这个论文将向我们完美展示林辉石这个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是如何从一个上演电子魔术的舞台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创作精密的这种光学的调色盘。我们看看作者第一作者叫斯姆里迪基特森博士他是一位可以说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的学术引用呢还在1000字以下，像刚入门这个修仙弟子一样，可以说根基扎实，天赋出显。凭借着他敏锐的这种洞察力和扎实的计算功底在这项研究中呢，就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这个关键角色。这正是他修仙路上一块坚实的 milestone 而通讯作者叫霍利亚·卡布尔教授，是一位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教授他的学术引用呢已经达到了数千，可以说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修行者，距离继承金丹开宗立派这个宗师境界也就一步之遥了。所以他凭借着深厚的这种经验和广阔的视野就给这项研究指明了方向，确保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性。你看这样一老一少，经验和锐气相结合的配置正是许多前沿科学突破背后经典的这种师徒档的组合，就让这项研究的结论呢更添加了一份信服力。好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化学式呢看起来是比较复杂，是吧？那么我们就简单的称它为流带林辉石吧。大家别被这个长长的分子式吓倒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它的核心骨架和 LK99 一样都是林辉石结构。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玩的是一种更高阶的化学乐高游戏。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如果 LK99 的改造是在铅林辉石的骨架上用铜这块积木替换掉了铅这个积木，这是一次单点替换。那么今天这个新材料呢，则是在这个背反林辉石骨架上，同时在2个不同的位置进行了替换。那首先这个研究者们是用硫原子去替换掉了原来在骨架中的氧原子，听着很熟悉吧？那第二呢，他们在结构中一个特殊的通道位置，用不同的卤素，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氟氯溴碘这些进行挨个替换。这就好比一个乐高模型，是吧？我们不仅能够替换这个主角的人仔，还能同时替换他手里的武器和他背上的背包。所以这种双重调控的策略，无疑就让这个体系的可玩性就大大增加了。那么这种更复杂的双重替换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神奇的这种效果呢？答案就藏在物理学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里边，也就是这篇论文最关键的发现。它就是什么呢？他们发现了一项对材料能带系的精装修工程。能带系这个词儿，我们以前在多个视频里边都聊过，是吧？带系，我们可以把它非常形象的形容成一个坎儿。
材料里边的电子啊，平常上都懒洋洋的待在这个坎下边这个价带的谷底，它们需要吸收一个能量足够大的光子，获得足够的弹跳力，才能一跃过了这个坎儿，到达上面这个叫做导带的平台。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材料才真正的吸收了光。这个坎儿的高度啊，就是能带系的宽度，它直接决定了材料的光学性质。如果这个坎儿是非常高啊，比如说超过3.1电子伏特，那么我们日常所见的啊能量较低的这些可见光，像红橙黄绿青蓝紫啊，他们就像一个个力气不够的这个小孩，谁也跳不过去。光子呢，只能直接穿过这个材料，无法被吸收。这时候啊，材料就在我们眼中是透明的。反之，如果这个坎儿比较低，可见光的光子啊就有足够的力量把电子给踢过去。这样一来啊，光被吸收，材料就会呈现出颜色，并且啊，这些被激活的电子呢，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光电效应。理解了这一点啊，我们再来看看这篇论文的成果啊，你就会感到非常震撼。研究者们啊，通过精准的理论计算发现，首先啊，只调整第2个替换点，也就是通道里边那个卤素，当他们把卤素从电负性最强的氟一路换到了最弱的碘的时候，这个坎儿的高度啊，就能平滑的从4.18电子伏特降低到3.23电子伏特。这已经是个不小的进步了啊！但材料本质上还是一个对可见光不太敏感的透明绝缘体。关键的第2步来了，他们在骨架里边啊用硫换掉了氧，那这步操作呀，就像是施工队里边直接把这个坎儿给铲掉了一大块。比如说，对于氯化物啊，能带系呢就直接从4.15电子伏特骤降到了2.49电子伏特。最精彩的是第3步啊。当这2种调控手段强强联合，比如说我们既用上了最能降低带系的这个碘，又用上了硫进行替换，奇迹就发生了。这个坎儿的高度啊，最终被精确的、稳稳的降到了1.57电子伏特，从一个大于4电子伏特的珠穆朗玛峰降低到了只有1.57电子伏特的小山包。这在物理学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科学家们通过精密的化学设计，硬生生的把一块原本对可见光完全免疫的像玻璃一样的这个透明材料，变成了一块能够吸收我们日常阳光的太阳能海绵。它这种点石成金般的操作呀，立刻就让这种材料啊成为了光催化这个热门领域的强力股。所以光催化呀，就是利用材料吸收光能来驱动化学反应。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呢，就是在阳光下分解水，产生清洁的氢气。这就是解决未来能源圣杯这个问题啊，和史文超导有一比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呢，材料啊不仅要能吸收光，那它吸收光之后，它的电子所处的能量位置啊，也必须恰到好处。那这个论文的计算就表明啊，特别是那个带吸能量最低的碘硫磷灰石，它的能带位置简直是完美。理论上，它非常适用于在阳光下高效的进行水分解反应。那不仅如此啊，论文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特性，就是硫的加入啊，会诱导出一种光学各项异性。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简单来说啊，就这块材料不再是一视同仁了，而是它对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射来的光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这种特性有什么用呢？我们手机屏幕啊、相机镜头里边这个偏振片以及很多精密的传感器，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啊，这种新材料也给我们开发下一代精密的光学元件啊，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现在啊，我们暂停一下，回到我们故事的起点。当我们把今天这篇关于硫带磷灰石的论文和我们之前反复讨论的 LK99 那些深度理论研究放在一起的时候啊，一个极其迷人也极其深刻的这个物理图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LK99 的研究啊，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磷灰石这个神奇平台上，通过阳离子掺杂，也就是用铜去替换铅，我们能够激发出电子和电子之间那种极其复杂的、超越经典理论的这个相互作用，
就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充满了强关联效应和剧烈自旋涨落的这种量子的混沌世界。那它的关键词是多体物理啊，是复杂性，是探索物质的最底层，那些反直觉的量子纠缠。那今天我们这篇留待林辉时的论文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阴离子替代，也就是用硫啊去替换氧，用碘去替换氟，我们能够对材料吸收光子的能力呢，进行一种近乎随心所欲、可预测的精密的调控。我们就创造出了一个能够高效利用光能的、目标明确的、有序的功能体系。那它的关键词呢是能带工程，是功能性，是设计服务于我们现实应用的这种宏观材料。所以，一个是探索微观世界最底层的这个量子纠缠，一个是设计服务于宏观应用的这个实用功能。所以，两条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科学道路就在林辉时这个神奇的十字路口意外的交汇了哈。朋友们，当我们回顾 LK99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最初引爆全球的这个狂热，到争议平息后的这个冷静一地鸡毛再到如今呢，我们看到在同一个舞台上新的同样精彩的故事又在上演了。所以 LK99的这个故事呢，虽然没有给我们一个关于史文超岛的简单的最直接的答案，但是它像一把意想不到的钥匙，给全世界的材料科学家打开了林辉时这个巨大而古老的材料宝库。我以前讲过无数次，我说林辉时是开启了一扇窗那他用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可以说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呢，这个在地球上随处可见，甚至在我们骨骼里都含有的这个晶体结构，原来还蕴含着这么深刻、这么未知的可能性。所以科学的探索，大家看，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我们没有在这个最初的道路上找到那颗梦想中的这种圣杯或者钻石感到沮丧，因为沿途的风景，那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本身就对于我们这些人类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最好的奖赏。所以，无论是继续深入去探索 LK99那个充满可能性的魅力的这种量子混沌世界，还是沿着今天这篇新论文它开辟的道路去开发一个光学和能源材料，林辉时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我又做了林吹了，算是林辉时吹老宋是。所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我们一起保持这份开放的心态，继续期待科学家们在这一片富饶的科学土地上，就是林辉时平台上，给我们挖掘出更多的惊喜。这里是宋时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